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有钱，却过着看起来特别简单，甚至有点穷的生活？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是不是真的像很多人说的那样，有钱人过穷日子才是顶配的幸福？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每个月工资刚发下来，还没捂热乎，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账单就像约好了一样纷纷而来。你可能会发现，明明收入比刚工作时翻了好几倍，可账户里的存款却不见增长。这种感觉就像在填一个无底洞，收入永远跟不上开支的步伐。你拼命工作，升职加薪，但生活品质的提升好像永远追不上欲望膨胀的速度。更大的房子，更好的车子，更贵的学校，我们就像在一台疯狂的跑步机上，只能越跑越快，生怕一停下来就会摔得很惨。这种焦虑和疲惫，议员我非常理解，因为这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阶段。但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有些真正的有钱人反而主动跳下了这台跑步机？他们明明可以享受最奢华的生活，却选择了一种看似普通的生活方式。比如股神巴菲特，富可敌国，却几十年如一日住在他那套老房子里，开着普通的车，喝可乐吃麦当劳就能获得简单的快乐。再比如扎克伯格，他的灰色 T 恤简直成了个人标志，他的激情和精力显然放在了比每天穿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上。还有一家的创始人坎普拉德，尽管身价数百亿，却坚持坐经济舱，开着一辆20多年的老沃尔沃。你看，从表面上看，他们的生活和普通人没啥两样，但内核却天差地别。关键就在于3个字：选择权。对真正的穷人来说，简朴是别无选择的无奈，背后是为下一顿饭、下个月房租的焦虑和尊严的磨损。议员，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每个月都要精打细算每一分钱，这种被迫的节俭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但对巴菲特他们来说，这种穷日子是一种主动的选择。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议员，我打个比方，这就像一个游戏高手，他手里握着无敌的通关秘籍，但他选择不用，偏要从零开始体验游戏。你说他的心态会和那些没有秘籍，生怕卡关就彻底失败的新手玩家一样吗？根本不会，因为他知道他随时有掀桌子的资本。这种有退路的从容，让他能纯粹享受游戏过程的乐趣，输赢都变得没那么可怕了。财富就是那个通关秘籍，它最大的价值不是让你买下世界上所有东西，而是赋予你对不喜欢的生活说不的权利。这种我可以拥有，但我不需要的状态，才是自由的最高境界。议员，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追求财富的终极目的之一。那么，这些聪明的有钱人，他们到底为什么要主动选择这种生活呢？其实他们是在主动跳出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老鼠赛跑的无限循环。这个循环大概是这样的：赚更多钱，升级消费，买更大的房子，更豪的车。为了维持这种新的、更贵的生活方式，你必须更拼命的工作，赚更多的钱，然后你的生活就被账单和所谓的身份感彻底绑架了，你成了物质的奴隶，而不是主人。议员，我发现这个陷阱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会让你的生活成本随着收入水涨船高，最终把你困在了一个看似光鲜实则疲惫的牢笼里。而选择过穷日子，意味着你清醒地意识到，你的价值不来自于你衣服上的那个品牌 logo， 而来自于你的内心、你的知识、你和他人的关系。当你东西越少，你需要操心维护上保险的破事就越少。议员，我深有体会，曾经我也是个喜欢买的人，直到有一次搬家时，看着堆积如山的物品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管理这些物品上。生活极简了，心灵才有空间变得富足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夺回了最宝贵的资产——时间。因为物欲降低了，
你就不需要为了支付奢侈的生活而卖掉自己所有的时间。你可以把时间留给你真正在乎的家人、朋友，留给你的兴趣爱好，留给真正的自我成长。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向往的躺平或者财务自由的真正样子吗？它不是什么都不干，而是拥有选择的自由。说到这里，议员不得不提一个在全球范围内，特别是在很多已经想明白的有钱人圈子里非常流行的运动，叫做 FIRE 运动。FIRE 是4个英文单词的缩写，意思是财务独立、提早退休。它可不是鼓励大家躺平啥也不干，而是一场重塑工作、生活与财富关系的社会运动。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极度的储蓄和投资，快速积累资产。当你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，比如房租、股息、理财收益，足够覆盖你的日常支出时，你就实现了财务独立。这时候，你就拥有了选择是否工作、如何生活的自由。FIRE 运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实践方式，比如受 FIRE 主张极简生活，将年度开支压缩到最低；非 FIRE 则允许保持一定程度的生活品质。还有咖啡师 FIRE， 指的是实现财务独立后，选择从事一些轻松愉快的兼职工作。这些不同的路径都在说明同一个道理：幸福的关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，而在于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多实践 FIRE 运动的人，在实现财务独立后，反而主动选择了降级生活。他们追求的不是退休后挥霍无度，而是自由，是那种可以去做任何事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的自由。他们可能去做一份收入不高但自己热爱的工作，可能去环游世界，可能去全职带娃。这种生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这才是最爽的。议员，我认为这给我们普通人指明了一条非常清晰的道路。那么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？议员，我觉得第一步可能不是马上辞职，而是先从改变心态开始。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生活中哪些开销是源于真正的需要，哪些只是源于攀比、焦虑或者习惯？试着开始记账，了解你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，然后有意识的削减那些并不能真正给你带来长久快乐的消费。第二步就是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学习和实践投资理财，哪怕每个月只能存下几百块钱，通过时间和复利的力量，它也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巴菲特的核心财富观就是这个滚雪球，找到湿的雪和长的坡。具体来说，议员，我建议可以从这几个小步骤开始。首先，建立一个紧急备用金，金额相当于3到6个月的生活费，这能给你最基本的安全感。其次，定期审视自己的消费，区分需要和想要。比如，你可以尝试一进一出原则，买一件新东西就要处理掉一件旧东西。再者，学习基础的投资知识，尽早开始定投指数基金。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工作之外的激情所在，培养一些不花钱或者花钱少的兴趣爱好，这样在实现财务独立后，你的生活才不会失去重心。其实，议员，我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，这种生活方式最美好的地方不在于最后那个退休的结果，而在于整个过程中你对自己生活的重新掌控。每减少一笔不必要的开支，每增加一笔投资，你都能感受到自己对生活的掌控力在增强。这种每一天都在向着自由靠近的感觉，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所以，有钱人过穷日子是最幸福的，这句话根本不是在歌颂贫穷，恰恰相反，它是在揭示一种更高级的活法。在拥有绝对财务安全感的基础上，主动选择一种精神富足、不被物欲束缚的生活。它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追求财富的终极目的。我们赚钱不是为了焦虑的守护它，或者炫耀性的消耗它，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珍爱之物的堡垒，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真正的自主权。议员，我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想法
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。也许我们离真正的财务独立还有一段路要走，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，像那些聪明的有钱人一样思考，重新拿回生活的选择权，少为物役，多为心火。幸福从来不是拥有更多，而是需要更少，同时知道自己随时可以拥有更多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分享，你的支持是1元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